一片发霉面包售价1000万，邻居们却都抢着要一瓶冰水当彩礼。校花萝莉御姐任你挑，只因全球末日游戏降临，每月都会出现不同的末日灾难，人类随机获得一处独特天赋的避难所。当别人还在为升级避难所冒死外出搜集资源时，我却悠闲地宅在家里喝冰水，只因我觉醒了 SSS 级天赋宅男之家，只要宅在家里就能获得当前急需的物资。此时，所有人耳边响起一道冷漠机械声，10分钟后将迎来第一轮末日灾难。灾难主题极致炎热，最低为60度的炎热天气将遍布全球，人类科技手段已全部失效，努力活下去吧。听着耳边的提示声，我快步来到窗外望去，外面的街道一片混乱，大量人员冲入街边的超市和小卖部，整条街的混乱在不断加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已知第一轮灾难为最低60度的炎热，如果没制冷手段的话，恐怕活不过几天。就算运气好没中暑，多半也会脱水而死。对了，先接水。我很快反应过来，把家里的所有盆和瓶子都拿出来接水。紧接着，我不断用冷水拍打着自己的脸颊，尽量让皮肤湿润起来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还剩下1分钟了。如果1分钟后的全球气温突破60度，且人类科技手段全部失效，自己说什么都难活下去。看来只能依靠避难所的天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沉声开口，开启避难所天赋。恭喜您获得 SSS 级避难所天赋宅男之家，您每在自己的避难所停留24小时，即可随机获得一项当前最急需的生存奖励。当避难所升级后，该天赋的效果也会提升。我当场一愣，随后顿时惊喜，宅在家里就有奖励，而且是最急需的奖励，那不就是缺什么给什么？那自己还费这个劲干啥？这天赋不就是让自己在末日里躺平吗？突然，一股让人浑身燥热无比的炎热感凭空而来，空气里的热量正在不断上升，我感觉自己呼吸的空气都在燃烧。我连忙转头向窗外望去，只见原本晴朗的天空已经一片赤火，天地大变。糟糕，忘记关窗户了。我面色惊变，连忙冲到窗户旁，刚伸出手拉窗帘，却被防盗窗上的钢条烫到。好烫！地球的温度提升的这么快吗？我耽搁了一会，恰好看到先前还混乱无比的街道上，已经传来刺耳的尖叫声和哀求声。好热，老子要热死了！这是什么鬼天气？谁来帮帮我？我头好晕，我好像中暑了。街道上也有身体瘦弱的人类在酷热中缓缓倒下。我咬牙强行将窗户关闭，然后将窗帘拉起，屋子内的温度稍微降了些许。末日只是刚开始几分钟，我也没做什么剧烈运动，就已经感受到自己汗流浃背，脑袋也开始有些晕乎乎的。我很快明白，这是身体急速缺水的征兆。我没有犹豫，连忙脱光了自己，然后痛饮一瓶水，随后钻到卫生间里，把自己泡在了浴缸。极热的温度让这缸冰水不断升温，自己如果一直泡下去的话，会不会直接把自己给煮熟了？毕竟灾难信息里说的是最低60度，但没说不会变得更高。酷热干燥的压迫感让我很难维持冷静，我的脑袋在不断胡思乱想着，看来只能等待明天的天赋效果。我在浴缸里泡了好一会，才湿漉漉的起身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在床上昏昏沉沉躺着，看着墙壁上的挂钟显示的时间，我立刻站起身，时间到了，避难所天赋的奖励应该要来了吧？未等话音落下，眼前突然弹出一道半透明的信息孔，恭喜您成功触发避难所天赋，获得一份随机奖励——冰水制造机地级。我面前的地板上突然绽放出一道白光，随后一个类似于大型冰柜的物体出现在眼前。冰水制造机地级避难物品，具有恒久制冷的效果和冷藏空间，每24小时可自动生成10人份的冰水，冰水可有效缓解人体温度，它所生成的冰水不可同时超出10份，真的有奖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连忙走到大冰柜前，掀开柜门，顿时一股森寒的白气扑面而来，冰凉的触感让我差点喊出声来了。我拿出一瓶冰水，试探的喝了一口，叮，您饮用了地级冰水，获得2小时持续状态，身体感知温度减少5度，真是好东西啊！有这玩意儿，在炎热极端环境下，最大生存难题就解决了，不用担心中暑，也不用担心缺水了。就在我准备继续研究冰柜的时候，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砸门声。听到这声响，我顿时紧张起来。有人吗？快开门！我们是楼上的邻居，开门啊！又是一阵砸门声。马德，又一个没人的地方。奇怪，按照那声音说的，所有人都回家了吧？这个屋子里应该有人才对。李哥，别等了，可能里面的人已经热昏迷了吧？犯不着耽误时间，真是晦气，估计又要死一个倒霉蛋。我并未有所反应，一直静默地站在原地足足半小时，接着轻轻喝下一口冰水，补充体力，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门口，对准猫眼看向外面，这才发现他们彻底走远了。幸亏自己昨天把房门锁死了，不然要是被人破门而入，发现我有冰柜的话，我回头看了一眼冰柜，心里有些庆幸。我想活下去，就必须格外小心谨慎。然后我把家里可以堵门的东西都拿来堵住门口，这样的话，就算晚上有人想破门而入，估计也做不到了。至于窗外，我更不担心，烫手到几乎融化的防盗窗，这个气温下，没有哪个傻子会徒手爬到6楼来入侵我家。接下来，我又把家里的食物和饮水都放在冰柜里。这奖励的冰柜很特殊，没通电，但一直可以高效制冷。做完这些后，突然耳边响起了新的提示声：恭喜诸位，听到这则消息的所有人类都是活到第2日的幸运儿。下面进行今日最新的地球末日灾难每日播报。全球目前幸存避难所数量82亿余，昨日地球人类失去避难所13亿余。今日灾难变化，气温增加10度，夜间气温不削减，请诸位加油存活。提示音公布的数据让我的表情微微一变，竟然还要提高温度，60度都这么热，70度不得死一大批人。我心里一沉，失去避难所的数据想必就是死亡数据。
仅是第一天就死了13亿人，接下来的日子只会死亡更多。很快，新的提示音又响起，作为第一日存活奖励，现在将以城市为区域，开放全球各大区域避难所的交流平台，同时开放避难所各大城市区域的交易板块，任何避难所都可以自由交易任何物品。请注意，订单交易需确保真实性，如有欺骗行为，行骗者将被没收10倍的避难所物资。我急忙调出数据模板查看，聊天界面吗？我默默观察着聊天信息，没有发言。聊天信息里大家都很谨慎，没说什么有用的信息后，随后打开交易面板查看，这里面都是精灵城和周边区域避难所的交易信息。交易信息的内容很多，并且在不断的增加。果然是乱世天下，吃喝才是硬道理。要不我也试试挂上去，看看能卖些什么。我很快操作，将半瓶水上架交易，写明了只要食物和武器之类。不到2秒钟，提示音很快响起，您有新的订单交易信息，请尽快回复。我打开界面查看了起来，都是些没用的东西。再等等，约莫2个小时后，我看到了一条让我眼前一亮的物品信息：植物面包，地级消耗品，食用后可提供人体1天内所需的基本营养，补充1天劳作体力，但依旧会有饥饿感。哥们要吗？2个神奇面包换你半瓶，你绝对不亏。我很快同意了交易请求。叮，您的订单已成功交易。随着提示声的响起，下一秒，2块大约巴掌大的小面包就出现在手上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吃下1块面包，味道不错，甜丝丝的。我看着手里还剩下的1块面包，突然脑海中灵光一闪，意识到一个问题：自己的天赋是每天奖励最急需的东西。按照第一次的情况来看，下一份奖励很有可能是食物类，毕竟在现在的情况下，饮水和食物肯定最重要。但如果自己用冰水换取到足够多的食物，那第2份奖励会是什么？如果自己已经有了足够食物的情况下，第2份奖励会不会改变？如果改变，那岂不是意味着自己可以控制奖励的内容？想到这里，我马上走向冰柜，从里面拿出5瓶冰水，然后上架。这一次我选择只要食物，不到2小时就换来了大量各类食物，有普通食物，也有神奇食物。我看着堆满卫生间的各类干粮食物，自己如果保守点吃，扛住大半个月是没问题。时间飞逝，很快到了晚上8点，我热得心烦意躁，不断刷着交易信息和区域聊天来打发时间。窗户外的街道上突然传来响声，我快步走到窗户旁，只见夜晚的街道上有几个手持烛台和简陋火把的人，他们正在陆续从自己所在的居民楼里走出。动作快点，别磨磨唧唧的，外面热死了。李哥，我们真能找到吃的吗？这外面可比屋里热多了，我感觉自己嗓子都冒烟了。找不到也要找，不然等着饿死。这破天气，晚上居然真的不降温。几个男人在大声抱怨。听到李哥这2个字，我心中一动，这正是白天敲自己房门的那个男人，真是可死我了。我记得这条街有好几个商铺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家伙都带了吧？别又是像昨天晚上一样无功而返。李哥，东西都带了。话说过会儿我们能多带点吃的去换冰水吗？据说那玩意儿很神，冰水太贵了，不划算，我们喝点普通的水就行了。他们拿着武器，这是要去抢商铺。好汉饶命，饶命！老公，你们把我老公怎么了？杀人了！快来人了！约莫1个多小时后，李哥等人扛着大包小包的物资往回走，我看到了他们身上都沾了一些新鲜的血迹，手上的家伙也都有红色的痕迹，果然是一群危险人物。这群人适应末日的规则倒是很快，如果任由他们这么发展下去的话，恐怕自己迟早有一天会被他们挖出来。看来必须要想办法加强避难所的防御措施才行。想到这里，我把剩下的4瓶冰水依次上架到交易平台上，并将交易需求改成一切有效的避难所自保手段。很快，各种回复信息一条又一条的推送到眼前。经过1小时的仔细筛选，最终花费3瓶冰水交易了一套小型复合弩，佩戴30根专业钢制剑矢，另外1瓶水则是换取了一件隔热外套。这帮家伙太抠门了，一个比一个精明。冰水虽然珍贵，但也只能换取这么多东西。我看了一眼堵着严严实实的大门，然后把弓弩放在枕头旁边，确保自己能在睡觉的时候第一时间拿在手里后，然后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。突然楼上传来一阵女人的尖叫声，将我惊醒。别过来，我会报警的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？要杀人了！可恶，是李哥那群人吧？自己肯定是避不开了，迟早会和这群人对上。而此时时间恰好到了中午12点，也就是末日第3天的中午。恭喜您，在避难所内停留时间满足新的24小时，触发避难所的天赋奖励。恭喜您获得避难所地级人才招募券。随着神秘声音的响起，一张金色纸张落在了我手上。人才招募券，这是我的第2份奖励。我拿着纸张上下打量，这上面只刻着神秘花纹以及地级招募2字。我没有多想，直接确认使用。话音落下，一道金光从手掌内爆发，随后金光脱离手掌，飘荡在空中，逐渐凝聚出一个金色的人类形体，大变活人。那真是给我看的目瞪口呆。战士林月见过首长。女孩声音响亮的朝着我立正行礼。女孩身穿着迷彩作战服，作战服上布满了精心设计的口袋和附件，功能齐全且符合人体使用习惯。腰间更是挂带着手枪、弹夹带、手电筒、刀具等生存工具。我有些惊喜的看向林月，你是地球人吗？你来自哪里？林月的脸庞刚毅而精致。报告首长，我是地球人，我来自华夏特别备战区，我已接受到命令，目前末日来临，人类存亡，在此一刻，我临危受命，需要保护首长，听从首长的命令调遣。这或许就是那个神秘存在，以地球人类为蓝图打造的新人类。他的记忆里天然具有效忠于我的概念。知道现在的大概情况，我心中默默思考着，耳边也响起了提示音。恭喜您成功招募地级战斗类型人才，特种兵林月，您已成功开启人才相应信息面板。我直接打开人才数据面板，眼前很快弹出林月的详细信息：姓名林月，年龄22岁，各项属性都还不错，人才特性忠诚，人才天赋军人基础，精通现代军人的一切常规战斗技巧，对枪械刀具具有融会贯通的熟练度，
同时擅长自由格斗、侦察、野外生存等军事能力，战斗力评分105点。首长，我现在需要做些什么？林月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询问道。我摆了摆手，先不着急，饿了吗？要吃点吗？不饿。林月摇头，声音冷静道。首长，现在我们的情况不佳，物资储备严重不足，我不能浪费食物。在非战斗的状态下，我可以3天只吃1顿，一顿只吃成年男人的1半食物量。真不愧是华夏军人，这份忍耐力和持久力简直非人类。我竖起大拇指，还没开口，突然耳边又响起了新的神秘提示音。现在进行城市区域公告，已有避难所获得人才，现在开启避难所探索任务模块，所有避难所可以派遣人才执行探索任务，获得更多的生存物资。同时，现在本区域内开放避难所等级排行榜、避难所人才排行榜、避难所探索任务排行榜。当本轮末日结束，根据排行榜名次发放更多生存奖励。这次的提示是全城范围的通知，一时间整个城市都沸腾了。原本死气沉沉的聊天频道里顿时激起轩然大波，聊天频道里一片沸腾。我默默观察了一会后，就关闭了聊天界面，然后打开了避难所等级看了看，清一色的0级避难所。我看到自己的排名显示为35164名，而人才排行榜只有我一个人在榜单第1的位置，这意味着全城只有自己最先招募到避难所人才。关闭了人才排行榜后，我又打开了避难所最新出现的探索模块，里面有3个内容，分别不同的探索任务，但都需要派遣一个避难所人才。这意味着只要避难所里有足够的人才，自己就可以足不出户获得一些生存物资，再加上自己在家拿的天赋奖励，那就是双重收获。一番思索后，我决定先让林月试试这个8小时的探索任务。林月瞬间响应，首长，我已接受到任务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林月啪的一声行礼，就要转身离开。等等，我看了一眼手上的强弩，犹豫片刻，还是将厨房的道具递到林月面前。你挑挑看有没有自己可以用的武器。另外，这个隔热外套你看能不能用上？吃的带一点，冰水也带2瓶。外面可热了，别中暑了。我有想过把弓弩给林月，加强她的外出安全性，但同时我也很担心施暴者们的突然闯祸。这种情况还是得优先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才行。谢谢首长。林月接过外套，又挑了2柄水果刀备用。他拍了拍自己的枪套，笑得很阳光。首长放心吧，我很强的，差点忘了这娘们是带枪出场，子弹够用不？够用。冲锋手枪20发容量，有3个弹匣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去吧，小心自己的安全，物资什么的不必强求。是，首长。林月意气风发的转身走到房门口，然后停下。首长，这门。林月回头指了指房门口堆积的大量杂物。我有些尴尬的拍了拍脑袋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擅长战斗，这么做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。首长聪明，做得很对。林月笑了笑，他帮助我把房门口清理出来后，又在门前布置了一些防卫陷阱和预警装置。林月做完这一切后，就顺着楼道走下去。来回这么一折腾，我早已满身大汗，脑袋热到发昏。我立即冲到卫生间，用半瓶冰水给自己洗了洗脑袋降温，又猛饮了半瓶，然后脱光了钻进浴缸里。到这时，中暑症状才略微好转。这天气确实太热了，在家里都能热死你，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。楼上突然传来了有些杂乱的脚步声，隐约还能听到一些谩骂中的对话。这狗天气越来越热，大哥那瓶冰水要不再给我喝一点，等出去看看收获。按照规矩，找到东西最多的人可以喝一口。好嘞，大哥，你看我表现。对了哥，我中午的时候好像听到楼下隐约有个娘们的声音，说什么首长之类的。咱这儿难道有当官的？当官现在都末日了，当官顶屁用。晚点回来找一找，把那女的找出来，看看是怎么个事。对话声路过我的房门口，一路向着楼下走去。我站在窗边，透过缝隙看见一群男人拖着空麻袋走出了居民楼，为首的正是昨天李哥那群人，但队伍壮大了一些，人手增到了13人。我好像被盯上了。我住在6楼，李哥这群人在我楼上，就职可能是7层和8层。李哥他们最多明后天就会搜查到我这里，如果运气不好的话，可能晚上就会找到我这里。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下，我依旧在交易平台上不断搜寻着能提升避难所防护能力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阵敲门声突然在外响起，我连忙抓起身边强弩来到房门前。随后在听到敲门声的节奏后，我顿时松了口气。这是林月出门前留下来的回家暗号。首长，是我。门口传来林月压低的声音，确认是林月后，我连忙开门让林月进来，然后重新将堵门的重物放置门口。怎么样，收获如何？黑暗中，林月打开了战术手电筒，将另一只手拎着的书包放在了地上。首长，都在这。我看过去的同时，耳边也响起了提示音。恭喜您，避难所探索任务完成。本次探索任务完成评分出色，您的避难所由此获得了10点生存积分。您的避难所开启了生存积分商店，您可以利用生存积分来购买末日物品或提高人才属性。生存积分，我微微挑眉，避难所数据里确实有这一项内容，但之前不知道这生存积分原来这样用，做得不错。我拍了拍林月的肩膀，把东西挑选一些塞到冰柜里，然后我们吃晚饭。晚上10点，我和林月开了2个罐头，补充了人体所需的营养。而后林月主动提出建议，首长，我想改善一下房子里的基本保护措施，设置一些内部陷阱和预警装置。听到这里，我自然开心的点头答应。有专业的军人搞这些，肯定比自己弄的要好。你还差什么东西？都告诉我，我想办法去搞点。我还需要尼龙绳、更多的刀具、辣椒粉之类的常规物品。我知道了，我去搞来这些东西。我点头，打开交易平台，在消耗了少量不耐储存的食物和1瓶冰水后，很快就买到了林月需要的东西。在我准备关闭之前，突然看到了一个订单，现有警用装备，用食物和饮水来换。有意者回复消息，我连忙在订单发送交易请求。我是冰水哥，还有3瓶，你有手枪和子弹吗？手雷之类的也行。对方很快发来消息，显示为拒绝交易，但有备注内容：冰水哥你好，我们需要大量的食物和饮水，你的冰水我们确实也需要，但3瓶的话只能换一把54手枪。
我可以附赠您10发子弹，足够您在近期内自保，等待救援。一个手枪和10发子弹似乎帮助不太大。我转头向一旁干活的林月问道：“林月，你的子弹是什么型号的？”子弹型号是9毫米的手枪弹，3瓶冰水，100发9毫米的手枪弹，能在华夏持有枪械。你是我的同僚吗？我不能给你那么多子弹，我不确定你的身份，我最多只能给你20发，再加10袋饼干、止痛药1盒、感冒药1盒、藿香正气水1瓶，给我100发子弹。恭喜您，您成功完成了一笔订单交易。我望着面前堆叠的2个子弹盒，嘴角止不住的上扬。林月，你今天用了子弹吗？还剩下多少？首长，我在节省，今天没用枪，还剩下60发，给，这里是100发，不用太节省，遇到关键时刻就开枪。好的，首长。正当我和林月2人专心布置陷阱时，突然一声巨响从窗外传来。这声巨响近在咫尺，几乎把我的魂魄都要吓飞出来。林月也是瞬间警觉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立刻冲到窗外向外看去，只见隔壁街道上正爆发着一阵阵熊熊燃烧的冲天大火，恐怖的火焰越长越高，有一栋居民楼被火势包裹，里面的人在睡梦中惊醒，发出凄厉的惨叫和求援声。在这样的温度下，火势蔓延速度绝对极快，这也意味着自己所在的房子已经不安全。首长，我们得抓紧时间离开这里。林月来到我身旁，他目光沉重地看着前方，这场大火会毁了这座城市，2个小时之内必定会波及到我们这里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只能走了吗？我捏着拳头，眼神有些复杂。就在我准备拉着林月走的时候，却发现林月站在窗前疑惑地呢喃着，火焰好像停止扩散了。什么？我连忙抬头看向前方，在仔细观察后发现火势确实停下。而就在此刻，一道全城提示公告出现了：现在进行城市区域公告，现在正式开启衍生灾害模块，在全球范围内的任何地点、任何时间，都可能根据当前末日类型爆发出衍生灾害。衍生灾害不会影响灾害范围外的生物和物品，出现时可能会有迹象，部分灾害会提前得到通知提示。如有任何避难所在衍生灾害中存活，该避难所将得到巨额末日生存点，如未存活则死亡。越来越像游戏了。随机性事件也出现了。就在我思考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了楼上窗户口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：“大哥，那火烧的真古怪，好像是什么灾害？咱这里不会也无端烧起火吧？怕什么？老二的房子强得很，大火也烧不死我。”是李哥那群人的声音。一旁的林月刚想张嘴说什么，却被我抬手拦住：“睡觉休息，明天再说。”林月面色严肃的点头。新的一天很快到来。上午11点时，林月才小心翼翼地叫醒了我：“首长，我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楼上的那群人似乎下楼搜寻物资去了。早上的时候，他们好像在楼上杀了个人，听声音似乎是个老人。”我拍了拍沉睡后昏沉的脑袋：“别管他们，我们先保护好自己。”首长，今天我还要出发探索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再等等。时间飞快流逝，来到了中午12点多，我的耳边也如约响起了那清脆动听的提示声：“恭喜您在避难所内停留时间满足24小时，成功招募地级辅助型人才，工程师李亚。”随着神秘提示音的响起，一道人形金光在我的面前浮现，眨眼间一名女性就从金光内走出。“您好，老板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”我打开了李亚的数据面板进行查看，姓名李亚，年龄28岁，类型工程师，人才特性智慧，人才天赋，工程专精。他在工程类的科学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天赋，研究力评分85点。我微微沉吟，看向李亚：“李亚，你能创造哪些东西？”“老板，任何改良目前避难所环境的东西我都擅长，包括避难所的防御设施、生活设施扩建等等。不过太过高级的东西我还无法研发出来。”“李亚，你打算怎么扩建避难所？”“那要看老板打算拥有什么样子类型的避难所。除此之外，我需要相应类型的避难所扩建材料。”在李亚这句话出口后，我的面前弹出了新的提示信息：扩建避难所的必要前置条件，拥有相应类型的人才或技术图纸，同时拥有足够扩建的建筑材料和足够多的改建空间。目前您的避难所为0级，升级到1级避难所需要满足以下条件。我瞪大双眼，这5个要求看上去都不简单啊，还只是升级1级避难所的条件。不过升级1级避难所之后，避难所会有什么改变呢？目前升级1级避难所可选类型有……我扫了一眼面前的信息，心中了然。先让林月收集材料吧。林月，准备外出探索吧，执行材料收集探索任务，耗时12个小时。林月点头，带上2瓶冰水和干粮就离开。随后我看向李亚：“李亚，你能发电吗？造个电机之类的。”李亚摇头，缺少特定材料和图纸，我做不到。那改造一下我们的避难所，提高一下防御。李亚点头，可以简单修缮加强，但无法提升太多，能提升多少就提升多少。现在就开始吧，我来帮你。李亚点头，拿起自己的工具包就开始忙活。我在一旁看着，想帮忙但插不上手，索性我就回到床上躺着，思考着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。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。老板，老板，醒醒！李亚轻声呼喊，让我一个机灵的睁开眼，从床上翻身起来。窗外已经一片漆黑，我顿时惊觉：李亚，我睡了多久了？9个小时。老板，您的精神压力太大，所以睡得很沉，但这是好事，有效的睡眠能修复您的精神状态。我睡着的这段时间有发生什么事情吗？1个小时前，外面来了一拨人，他们试图推开我们的门，但没成功。李亚轻声汇报：“是李哥他们。”我顿时紧张起来，随后条件反射的看向大门，可下一秒我就愣住了。原本放置在房门旁的障碍物全都不见了，而原本老旧的木门现在却拥有了一根根钢条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我一脸惊喜的看向李亚：“是的，老板，由于材料有限，我暂时只能做到这些材料。你从哪里获得这些材料？”我探索了门外同层的其余几户人家，从里面找到了一些可用的材料。没遇到危险吧？要注意安全问题，不能太冒险。谢谢老板的关心。我在探索周边之前确保了安全问题，也没有闹出很大的动静。李亚，你辛苦了。随后我打开交易界面，准备看看今天有没有新的交易物品。在浏览界面中，我顺带发现
现了避难所升级的5大需求，其中有一条已经完成，已成功勘测升级避难所所需的邻近可用空间。我没有多想，打开交易平台，第一时间搜寻武器交易订单，很快就看到一条名为精灵救援小组发布的武器出售订单，最后用了6瓶冰水换来了2把54手枪和50发子弹，终于实现避难所人手1把枪的武装配置。2个小时后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阵沉闷的敲门声，李亚的表情顿时紧张起来，双手持枪，迅速转身，用枪口对准大门。不用慌，是林月回来了。我示意李亚过去开门，这一次林月同样是大包小包的满载而归，他把东西放在地上，赫然是一堆琳琅满目的电子元件和部分花花绿绿的钞票。恭喜您，本次人才探索获得103单位的电子元件，76单位的大钞票，本次探索任务完成评分完美，您获得了20点生存积分。林月干得不错，这一波材料收集任务太过完美，直接就凑齐了一个避难所升级分类的必要材料，自己现在已经满足4个，只差凑齐100点生存积分就能升级1级避难所。林月听到我的夸奖后，依旧面色沉重，他看着我低声说道：“首长，我在上楼的途中听到了楼上那群人在做搜查的准备，他们准备在今天晚上把我们这一整栋楼都给搜查干净。”林月的话让我的表情微微一变，还未等我开口，突然外面的楼道里传来一阵嘈杂喧闹的声音：“快快，都把家伙带上，今天晚上把活口都抓出来！”马德，没想到杀人居然也给生存积分。那群人的声音越来越接近，很快就聚集在我的房门口，就是这里。之前我就觉得他有古怪，我居然打不开这破门。兄弟们，直接破门，有人杀人，没人就搜物资。听到这里的我表情顿时阴沉起来，我没想到这群暴徒的动作会这么快。老大，我昨天布置在这里的痕迹不见了，有人来过这里，我就说里面肯定有人。我微眯着眼睛看向林月，林月不动声色地打了几个手势，示意我和李亚站在房间的死角里，他则蹲在冰柜的后面。我们3人都持枪，停住呼吸，等待敌人上门。不一会，剧烈的撞门声从外面响起，里面的人赶紧给劳资出来，再躲着我就把你们全赶了。竟然敢耍劳资！第一天我来敲门，居然不吭声。砰砰砰，伴随着暴徒们叫嚣的声音，一阵木头轰碎的声音响起，外面老旧的木门根本挡不住他们。伴随着木门破碎的第一时间，林月果断开枪，子弹从枪口火光内爆发，几乎枪响的瞬间，门外就响起扑哧的声音。妈呀，有枪！里面的人有枪！李哥，我中弹了，我要死了！躲起来，我们快躲起来！我们的枪呢？拿出来打呀！外面一阵惨叫和慌乱，林月的突袭直接打断了对方嚣张气焰，厉害啊！我眼前一亮，看向蹲在冰柜后的林月，但门外的暴徒们也不是吃素，他们拿着枪往里一顿开枪，子弹的火光在房间的墙壁里乱窜，没子弹了。马德不知道人死没死，里面没动静，快把这个破门砸开，趁他病要他命。暴徒们在外面叫嚣着，正当暴徒们继续砸门的间隙，林月对准门口方向又是3发点射，一发子弹弹在铁门上不知去哪，而另外2发显然打出了门外。卧槽，里面还有活口！李哥现在咋办？给我开枪！继续开枪！暴徒们在外面慌作一团，放好子弹后又继续朝着里面开枪。暴徒们的子弹在房间内乱窜，却无法伤害到我们3人。等到暴徒一梭子子弹结束，林月几乎是瞬间暴露身形，接着2梭子弹朝着门口打去，扑哧几声，门外响起子弹入肉的声音，暴徒们的惨叫声不绝于耳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在门口当靶子，里面有神枪手，我们打不过。李哥，我们先撤吧。马德点子扎手，先撤到楼上去。在一番吵闹和惨叫声中，门外凌乱的声音逐渐远去。他们走了吗？我小声询问，但林月却屏住呼吸，蹲在原地没有动弹。突然，林月朝右侧边开枪，伴随着枪火喷发，门口又传来了惨叫声音。卧槽，他们知道我们夹走了，走，快走！他奶奶的！门外响起新的混乱声，又是一阵密集的脚步远去。闻言，我的额头冒出冷汗。这帮暴徒实在太阴险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居然还想着埋伏自己一步。首长，他们跑了，您没受伤吧？林月快步走到我身边，关切问道。我摇摇头，我没事。首长，我们估计晚上不能睡觉了。林月压低了声音，为我分析着后续的战斗局势。外面的人吃了亏，刚才中弹的肯定不少于5人，他们多半会在下半夜再偷袭我。这铁门应该能挡住他们，但如果对方有破门器的话，那估计就悬了。林月的表情很严肃，暴徒们损失这么大，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。那我们反攻他们。李亚压低了声音，提出建议。林月，你这么强，我们主动出击，打乱他们的阵脚，以进为退。林月看了一眼李亚，苦笑道：“你的分析很有道理，但我做不到。他们现在应该蹲在楼道里，就等着咱们出去。我们还不清楚对方有几把枪。除此之外，首长还说过，对方可能有什么战斗天赋，那玩意应该更难缠。”林月紧锁眉头，现在避难所只有他是战斗单位。李亚虽然会开枪，但战斗素养肯定远不如林月。那看来只能采取拖延战术。李亚看了一眼我，低声道：“老板，我们这些天就不要让林月出门了，我们守株待兔，想办法把敌人打痛才好破局。恐怕我们没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耗下去。”我的表情很难看，因为我在交易平台看到一条触目惊心的消息，一个名为李大强避难所的一个家伙，他正在高价收购手雷喷火器、火油等武器装备。这是最新出现的城市频道求购信息，肯定就是门外的那群暴徒。如果被他们掌握这样的大杀器，恐怕今天晚上我都撑不过去了。首长，是不是情况很糟糕？林月看到我的表情变化，低声询问。我点点头，将刚刚的消息告知了他们2人。你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？只要撑到明天中午，撑到那时候就可以了。我很诚恳的求教，希望2位人才能给出自己的建议。老板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但是有点危险。什么办法？快说说看。我焦急追问。我们3个人里只有林月的战斗力最强，现在又是晚上，外在条件很适合防守和单兵隐藏作战。如果我们掩护他出门，让他在外面，肯定能牵扯到这群暴徒。如果暴徒们再敢堵门，林月就可以趁机在外攻击，与我们里应外合，多半能再次阻击到对方的攻势。但难点也很多。李亚的分析很全面，我张了张嘴巴，最终还是叹了口气。要让一个女人独自去送死吗？她可是避难所里的战友，就这么做吧。林月突然开口，她同意了李亚的计划。李亚说的不错，我出去可以掌握更多的主动权，能最大程度拖住那群匪徒。我表情复杂的看着林月，你会死的，我不怕死，只要能让首长活下去就行。
林月毫不犹豫地回答，眼神灼灼有神，表情很坚定。首长才是最重要的，我会尽我所能拖住敌人，拖到中午。我沉默了，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林月去送死？这真的是唯一的办法了吗？那么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该怎么出去？林月目光看向窗外，走窗户，你能行吗？李亚看向林月，可以，这是华夏军人的基本功。林月很自信，但现在可不是训练，你没有安全绳，现有条件下，我也没办法给你制造出攀岩工具。李亚的表情很严肃，你只能徒手去爬墙，我不希望你摔下去，这样会死得毫无意义，那还不如留在老板身边。放心吧，你保护好首长。林月没有再犹豫，快步走向窗户，拉开窗帘，快速拆开门框上的覆盖物，打开窗户，顿时一股热浪从外面涌入房间。林月将一瓶冰水挂在腰间，然后伸手灵活地窜出窗户，身影消失在黑夜下。林月，我连忙冲到窗户旁，伸头望去，在月光的照射下，有一道矫健的身影踩着空调外机，在墙壁的外沿不断移动着。老板快回来，万一敌人开枪，你这个位置会中弹的。相信林月吧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活路。看着那道影子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希望能撑到明天中午吧。一片发霉面包售价1000万，邻居们却都抢着要，一瓶冰水当彩礼。校花萝莉御姐任你挑，只因全球末日游戏降临，每月都会出现不同的末日灾难，人类随机获得一处独特天赋的避难所。当别人还在为升级避难所冒死外出搜集资源时，我却悠闲地宅在家里喝冰水，只因我觉醒了 SSS 级天赋宅男之家，只要宅在家里就能获得当前急需的物资。很快天亮了，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响声从楼上传来，是林月出手了。李亚此时也握紧手枪，紧张地看向门口。很快楼上传来一阵阵枪战的子弹出膛声，期间还伴随着惨叫和怒骂。是窗户，在窗户那边，老子不想再等了，你是什么狗头军师？李哥别听他的话，现在就去报仇吧，一颗手雷直接炸死他们。楼上不断传来乱糟糟的声音，我听的表情有些凝重，对方果然买到手雷了。不到几分钟，门外就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，我通过角落里的镜子反光，看到了铁门外有人在往里看。李哥，楼下没人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不过这铁门锁得很好，他好像没走正门。楼上很快传来回声，果然是那娘们出来了，她爬窗户上来偷袭我们的，这臭娘们是蜘蛛侠吗？全楼搜捕，一定要抓住她。楼上传来密集的脚步声，似乎正在调遣人手，把枪清点好，手雷给军师带着，子弹够不够？昨天晚上那女人的枪法可准得很，别大意了，我们分2队，我从顶楼开始搜，你们去1楼，我们一起往中间搜，每个屋子都别放过，每层窗外也都要仔细检查，记住军师说的。楼上的暴徒们开始行动，不一会儿，楼道里就传来密集的脚步声，约莫10多分钟后，一阵枪响在楼下传来，这娘们在2楼，军师死了，他枪法太准了，一枪给军师爆头了。闻言，李哥愤怒大喊着从楼上的赶了下来，老宋，你们这帮废物，连军师都保护不好，都还愣着干什么？冲进去抓人！李哥，那娘们很邪乎，枪法太准了。楼下乱糟糟一片，我紧张的听了半天，也不见新的枪声响起，显然暴徒们不敢第一时间追入房间，这反倒是给了林月逃跑的时间。时间在一点一滴的流逝着，双方的枪声不间断的响起，现在就连我都不确定林月的位置。我曾冒险过几次，在窗户外向外眺望，但没看到有林月攀岩的身影。不大的居民楼几乎成了林月的战斗主场。不过林月不是无敌的，他一直在打游击战，不和对方发生正面冲突，打完就跑。在游击战的过程中，我听到盗徒们多番走过自己的门前，那个李哥甚至中途还怀疑过林月躲回了屋内，尝试过强行破门，但好在李亚的改善技术很强，李哥无功而返，气得踹了铁门好几脚。双方就这么僵持着，直到时间来到了12点。但就在我的奖励将要发放的瞬间，一声震耳欲聋的惊天巨响从楼顶传来，是手雷。李亚失声道：“他死了吗？是不是死了？”我咬紧牙关看向李亚，李亚沉默的低头，他也不知道林月的死。手雷之后，楼上传来一群男子兴奋的大笑声，哈哈哈！臭娘们，老子炸死你！李哥牛逼啊！我以为咱们楼都要塌了，这老建筑还真耐造，快找找看，死也要见尸！楼上暴徒们的狂笑声几乎代表着他们已经取得了胜利，我听在耳朵里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愤怒。我要最需要的奖励，我现在最需要感人。随着我话音落下，耳边的提示声也随之响起，恭喜您在避难所内停留时间满足24小时，触发天赋奖励，获得了天赋奖励地级战斗小组卡，消耗品。下一秒，一张金色卡片落在我手上，地级战斗小组，消耗品，使用后可随机召唤3至6人的科技向战斗小组，每位成员的实力固定为地级，根据人数自适应装备。该道具效果仅持续2小时，期限之后战斗小组收回。看到这里我眼前一亮，召唤！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使用卡片，顿时一片金光在我周身浮现。当金光消散后，6名全副武装的男性特种军人站在我的面前，有提着医疗箱的战场医护兵，有持着冲锋枪的主攻手。首长为首的冲锋手对我行礼，请首长下达作战命令。我们的作战任务是什么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这栋楼里有威胁我们生命安全的人，嘎光他们！收到！战士们齐声大喝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通讯兵和狙击手通过窗户离开屋子，迅速来到对面的顶楼，架住狙击位。主攻手和医疗兵等待李亚打开铁门，直接掏出烟雾弹甩了出去。啪的一声，烟雾炸开，外面顿时传来蹲点暴徒的惊慌声。李哥，这铁门打开了！卧槽，哪里来的烟？哒哒哒，一梭子弹扫过，暴徒的惊慌通知戛然而止。男兵们互相打着手势，悄无声息地融入烟雾中。不一会儿，密集且富有节奏的枪声从门外响起，每次枪响就会有沉闷的倒地声。随着战士们开始清扫活动，门外不断传来暴徒们慌张的声音。我同时也听到了在远处楼顶上时不时响起的狙击声。狙击手开枪的频率不高，但威力极大。
外面有狙击手，快躲起来！李哥，李哥，卧槽！李哥被狙击手爆头了，兄弟们快跑啊！门外的杂乱声不断响起，在6名战士彼此的配合之下，外面那群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对手。很快，我的通讯耳麦就传来声音：首长，威胁已经解除，俘虏投降者5人，有部分人员不确定身份，请首长指示。等我过去看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带着李亚走出了屋内，来到顶楼，屋里有10来个女人抱头蹲在墙角，满脸的惊恐。首长，看押女俘虏的步枪手对我行礼汇报，反抗者都已经击杀，这群女人没有武器，疑似是被匪徒们抓起来，也要杀吗？不用。我扫了一眼，这是一群连武器都没有的女人，脸上只有绝望的麻木。林月，那个女兵找到了吗？我盯着步枪手，已经安排人继续搜索，暂时还未有结果。步枪手的回答让我很失望，现在都没找到人，估摸着是凶多吉少了。如果是被手雷正面打中，估计林月的尸体都不会太完整。我带着沉闷的心情，径直走向对门的房间，看到了冲锋手看押着的3个男人，一个男人满脸惊讶地看着我，是你？你是小晴？你是楼下的住户？我认识你。我就说我记得楼下是个男人住着。我默默地打量着男人，皱眉开口，你是那个有女儿的家伙？我记得你姓郑。对，是我，我是老郑啊。男人忙不恭地点头，腆着笑脸，试图靠近我，却被冲锋手拿枪口挡回。注意距离，不要靠近首长。老郑害怕地缩回身子，接着又眼巴巴地看向我。小晴，我们是邻居啊，这里面有误会，你能让他把我放了吗？误会？昨天晚上攻门的人里有你吧？老郑张了张嘴巴，想辩解，但又颓然低头。小晴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不想死。姓李的呢？我没理会他，而是问了这么一句。旁边有男人急忙开口搭话：大佬，他死了。那姓李的被爆头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尸体在哪？他没死。我还没问完，老郑突然开口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你说什么？我看向老郑，皱眉问道：你怎么知道他没死？他有不死之身。老郑抬头看着我，咬了咬牙，决定告明。那家伙不是人类，没办法杀死他的。有人试过，但他复活了。他被人捅穿心脏，砍掉脑袋，但他还是能活过来。那个家伙根本杀不死。